家好。连日的下雨啊，阻碍了出行骑行。等了2天3天啊，总算呢今天下午放晴了，所以我吃了中午饭，看到天放晴了，也查了一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应该都是晴天了，我就骑了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啊，现在这个地啊都是湿的，而且呢这个天好像有点阴晴不定啊，真的很难说啊，还会不会再来一场阵雨？因为我总感觉还是有一点点飘雨的，不知道是不是从树上滴下来的水珠呢？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啊，已经憋了几天没有好好的外面出去骑行了，今天还是无论如何要出来骑一下。前几个视频呢也跟大家交流过，我单车车把上面架着的一个相机支架，因为损坏了一个接头，我就 order 了一个，其实早就回来了。但是呢，我又买了一个360专用的一个碳纤维的支架，结果发现啊，这个支架的话呢，它不能伸缩，所以呢，只能是绑在这个上面，它就不能改变高度。那么这有需要对准自己拍摄的时候呢，它就没有办法做到平齐。还有一个呢，就是它也不能伸长啊，就有些地方呢，你需要升高一些，它就可以拍到更宽阔的景物等等。然后我就想着怎么能够把两个加在一块儿，但这个360的这个支架呢，它是一个双头的，卡在这个我的车把上啊。这种 M 型的车把可以卡住的地方有限，加了一个呢，就不能再装第二个，所以我还是用这个360的支架再来骑行拍摄一下啊。到时候看看有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方式。现在呢，我准备骑出几福新村去啊。今天我骑的是一条以前很少骑的，从学院路那边出来啊，直接往外面骑。今天的气温还不错啊，大概20度，等一会儿可能会20几度吧。我本来呢是要穿一件外套的，但是想想还是算了吧，骑车等一会儿就热了，所以折中了一下，穿了一件长袖的衬衣。那我原本呢是想要穿一件汗衫的，或者是一个 T 恤，但是呢还是算了，先穿一件衬衣再说。因为我骑到外面呢，还是稍稍的有一些凉飕飕的。现在呢已经骑到了社广路上啊。为什么要往这里骑呢？肯定就是准备往社广路那边往长隆方向骑啊。
好，现在呢，我骑到了思广路的骑行道上了，这样就显得安全很多。看到地下还是潮湿的厉害啊！我在想，今天骑一段路啊，我的背后可能都会被站起来的这些水啊打湿我的后背。管不了那么多了，回去洗衣服、洗澡就是了。现在骑行这条道呢，也是骑过很多回了，我也不想再给大家做过多的展示。等一会呢，到没有骑过路段再给大家录制吧。但是呢，有时候我也搞不清楚因为我不是拍那种人家叫 vlog 的就是好像记一些让大家觉得有趣的事，比方说去一些景点有一些主题，但是呢，我其实就是记录生活，分享我的骑行，顺便呢也把我在骑行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当然了，主要是一些景物，也给大家做一些原汁原味的展示但是呢，时间太长了，确实有时候枯燥乏味。而且如果要把它简洁成一些都是让大家有兴趣的一些镜头内容呢，我觉得我也做不到，所以挺困惑的。所以有时候我只能采取一个在编辑的时候呢，让它快快的通过这样的形式。那要不呢，只能就切掉一部分的内容，来缩短一下视频的长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办法吧。看来我也要学习一下人家在拍摄过程当中怎么通过那种剪辑，通过一些编辑，让这些画面连接得更好一些，同时呢又不要浪费大家太多的观看时间。看来还得好好学习学习。那好了，前面这一段思广的内容呢，我就不打算录了节省时间。我现在再次打开我的摄像机现在呢已经差不多在大石街道靠近大石大桥这一块，这也就是说呢，我已经差不多完整的骑完了思广路和大石街道，也就是说呢，从家到这边呢，差不多骑了10来公里了。现在呢，我要顺着前方的大石大桥骑上去。今天我的目标呢是要骑过珠江后航道看看能不能挑战一下洛溪大桥，因为从来也没有从洛溪大桥骑行经过，那我们就挑战看吧。现在呢，我骑上大石大桥，还是上次骑的这一条骑行道。但其实如果你要下到洛溪岛上面去骑行呢，就要走
我的右侧这条步行道啊，那边上面有楼梯呢，可以推出来一下。我上次就是没有搞明白，结果走了一段冤枉路啊。前方呢就是洛溪大桥，我有一回从洛溪大桥上面开车下来，就在左侧对面的丽江花园门口开始我回家的骑行。今天呢我要相反方向骑车上桥去，当然骑不动了就推车啊，也没什么丢脸的。这个右侧马路边上还开着一些黄色的风铃花，就我上次从这边骑回来应该已经是接近2个礼拜了，当时还是稀稀拉拉的，现在呢应该从满开的状态就很快的会凋谢，特别是风雨过后这些花就会散落一地，就预示着春天呢正式来临了。
现在呢，准备上桥啊，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开着电单车、摩托车走这些道，我呢是骑行啊，要自觉一点，沿着右侧向前骑。现在呢，已经从那个大桥中间的隔音的那个棚里面起了火，唯一的感觉就是太吵了，这个桥上车水马龙的噪音。现在呢，将要骑到
桥中央了，而这边呢已经一片开阔，已经在珠江的后航道之上。右前方呢是广州之窗的一组建筑。那天我在它的对面看了它一眼，但这个桥呢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往前骑。这一路过来只有我一个人是骑单车上桥的，当我在桥上呢看见人家扔掉的2台共享单车，估计也是大家骑得太辛苦，就中途而废了。到了桥上啊，现在就正儿八经的出太阳了，看来是不会再下雨了。但是呢，骑了上桥这一路还是有点吃力啊。我是把档位调到了2档，就是相对比较慢的一档，已经微微有些出汗了。好了，现在就下桥了啊，稍微轻松一段，我们缓缓的下桥吧。骑下桥呢，就是广州大道南了。这边呢，哪一条路我都没有骑过，所以不管骑哪一条路呢，都是尝鲜，也都是挑战。我就跟着别人的车队啊，向前骑吧。我还是跟着这个道路来骑行吧。发现我骑的不对啊，骑到了马路这边来了。
一不注意呢，刚刚走错了路啊，走到一条汽车道，而且是逆行道上面。好了，总算呢骑到一条比较安全的骑行道上面来了。现在呢，我已经拐到了南州路上了。既然来到这边呢，我就准备顺着东小南路往北骑行。这边呢一看，大家就知道路况非常复杂的路段，因为这边洛溪桥过来呢，前面有路连到东小南快速路，这个边上呢以前还有一个海珠客运站，同时呢又修建了地铁，现在呢前面还在修一条叫都江湾隧道的，总之路况比较复杂。我的右侧边上就是南州路地铁站，是2号线的一个地铁站，同时呢也是广佛线的转乘站。到了这里呢，就已经进入海珠区了啊。现在我们就顺着这条东小南路啊，和这个高架桥并排着在下面骑行。
如果开车呢，肯定就在左侧上桥啊，一直可以去到东豪村高架，从东风路那边出来，这是我常走的路。但今天呢，我要挑战一下骑单车，看看能不能在海珠区来逛一逛。其实啊，在这种老城区，尤其是车水马龙啊，交通比较拥堵路段啊，短途的出行，我觉得骑单车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前提呢，就是要有像现在我骑行的这样的相对比较封闭的骑行道就好。右侧的都是居民区，延续着广东的习惯啊。上面住宅，下面的肯定都是一些店铺。进入老城区呢，人就是比较多啊，尤其是那种电单车出行的人就很多，但骑单车的人没有看到啊，除了有个别的骑着共享单车的以外。广州呢，为了增加这个通行的效率，在城区里面呢有一个高架的内环路，这个内环路呢也延伸到了海珠区啊，应该有好几段。所以呢，像这种以前的主要的马路上面呢，就变成了高架的路啊。好处呢就是通行啊，南来北往的就比较快。不好的话呢，就把这条原本应该是商业主街的路呢，就变成了暗无天日了。
这边的路况比较复杂啊，你看马路上的车、电单车、行人啊，大家争道，所以呢要慢一点，看清楚一点。最神奇的呢，就这种电单车啊，你看这种卷的什么布匹，就是运输这种布匹的，你看啊，有5、6卷、6、7卷这样的在街上穿行。而这个右侧呢，就是应该算什么纺织城吧？就这个纺织城呢，也是利用着海珠区的一个城中村啊，这里面呢就开了很多的作坊，也有很多的仓库，当然也有一些知名的品牌啊。更多的呢是这些打工的人呢聚集地啊，就他们在这边生活干活一条龙。上次疫情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是一个重灾区，然后就说疫情结束以后，这个地方要搬家搬到郊区，但现在看来呢也没有结果了，因为这个对于海珠区来讲是一个税收大户啊，少了这个纺织城，那就会财政收入肯定要减少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这边你看啊，都是运送布匹的这种货车，令人惊叹啊！在一个城区里面，完全就是一种本该郊区才有的景象，但它就实实在在的在我们的面前。好，我继续沿着中顺南路啊向北骑行。我的目标呢是珠江啊，我不知道还有多远，但想必呢还有一段不短的路啊。
现在我骑过一条大马路，新教西路，继续向北骑行。看来我已经经过了我的左手边啊，那个小港公园，老城区当中的一个公园啊。前方呢就是内环路 B 线啊，它有 A 线、B 线之分。直走呢，应该就是海运桥了。我呢在桥下骑向江边去。我的右侧呢，就有一家广州知名的餐馆叫炳胜，这是它发家的地方，也是它的总店吧。但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牌子，相对还是味道口碑不错的一个本地菜馆。前方呢，如果你要上桥呢，
要从右侧这条便道骑上去，但是我呢打算从江边再往左侧骑一阵。现在呢，我已经骑到了江边来了这条呢，应该就是滨江路了。眼前看到这座桥呢，就是海印大桥对面的就是大沙头码头，还有以前广州著名的电器城。这边也有人在那里追赶钓鱼那好了，我今天第一站的骑行呢，从祈福新村经市广路，经大石街道，过了洛溪桥，从广州大桥再转到南州路然后沿着东小南路呢，一直骑到了江边。那我们就把这一段作为我今天骑行的第一段分享给大家，请大家接着跟随着我的镜头我们下一段再见。谢谢大家观赏，谢谢大家支持，再见，拜拜。